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大年初五哦，这个传统习俗是迎财神哦，然后今天也是除晦气、赶穷鬼哦。很多时候，很多商家哦，当然有的会选今天作为这个开市的日子哦，所以也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发财！希望大家在今年虎年一切都顺心平安哦。那我们在之前呢，我们有一系列在探讨中国现代史的部分，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哦，因为毕竟特别是必须要翻墙的，过去受到这个中共教育的人来讲，会很压抑说，这怎么跟我当初读的相关的一些资讯跟资料不一样？哪怕是现在他上网，抱歉，这个中国管制之下的网络的这些资讯哦，也是被控制的，除非你翻墙。但总是大家又觉得真真假假，也怕这个震惊最前线会不会也做一些资讯错误的误导。当然我觉得在西方社会，我们尤其台湾这种很方便的可以做网络资讯资料的找查，有各自资料的这些史实的资料来做汇整，我想我们是经得起这些考验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来到节目。那也是请老师也跟大家拜个年一下。好的，主持人宏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然后虎年呢，我想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这个了。是啊，谢谢老师哦。我们的节目当然做了这一个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专辑，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高度的关注哦。我们当提到的中日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一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国民党当然是很主要最重要的这些投入者哦。那打了22场会战，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老师也有介绍哦。那当然介绍之后，其实很多的观众会很讶异，会觉得说，中共不是现在号称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鼎盛辉煌的时期，其实你就好好讲你现在在习近平主政底下的了不起的事情就好了，干嘛你去找以前的话语权，还要说其实要去沾一下边说这个对日抗战我也有功劳，大家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中共急于要把这个部分变成揽于他的身上，说这其实是他所奠下的基础。老师为什么呢？简单说心虚吧。因为当初得到这个政权的过程呢，非常不正，而且非常不正义哈，这个真的是经不起历史考验，所以他想一战抹黑历史、扭曲历史呢，来肯定自己的这个价值跟这个精神。回头去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当初中国一直宣传说，抗日战争呢，他们是这个中流砥柱，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他们不是，他们是窃国窃权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中日战争呢，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侵略中国呢，我们说短一点是8年，说长一点是14、15年，就这两种说法都有。那两种说法其实都有它成立的地方。我们讲说抗战8年，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式开始提出说我们有天赋自卫权，就是1937年，然后8月14号我们正式提出来，所以我们讲是7.7抗战，实际上是8月中呢才提出来的。那么这是比较短的说法，比较长的说法就要回到1931年，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时候，当时呢其实已经开始双方已经开始对抗了，只是我们没有宣战，所以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中共之所以说14年或15年，因为他想把东北抗战功劳揽过来，其实不是的。东北很多这些所谓地下军呢，或者这个抗日军队呢，其实跟国军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是地方团练，跟中共没什么关系。跟中共有关系的少之又少，而且有些人是后来才变成中共的党员或者外围人士。那中共想把这功劳揽过来，所以就故意讲了14、15年，两种说法都成立。但是以正史来说呢，我们说是8年。好，现在讲回这真正抗战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主要力量，中共到后来都不得不承认说，8年抗战当中，国军呢打的是正面战场。好，那正面战场意思就是还有非正面战场。什么叫非正面战场呢？就敌后就游击队的战场。中共自己晓得说正面战场他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上讲了22场会战，22场会战呢，我再说一次，我们是对照过中日双方的战史，中日双方战史记得很清楚。当时呢，中华民国军队是哪些将领主战？
然后这日方是哪些将领主战，然后双方哪些军队呢参加，然后怎么布阵什么等等。我们双方记录可以到什么时候？可以到每一天，可以到每一天，就8年当中的每一天。1939年8月2号，我的军队在哪？你军队在哪？我们怎么打？最后呢，我们怎么退？你们怎么进？我们可以到每一天。日军的记载呢，可以记得到死的每一个人，到这种地步。那中华民国方面当然没办法，因为我们死得太惨烈了，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统计技术没那么进步。当时我们的兵员其实很多呢，这个记录也并不完整，所以投上去了，整个就打掉了，所以根本无名无姓的。那么中共这样做，简单说呢，抢夺话语权，也就是他明明晓得我刚刚讲到出身不正，他现在要把这正统夺过来。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当中我们打输了，我们现在变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话语权，所以中共现在呢扭曲这个历史之后呢，他想要抢夺民族主义大旗，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自己合法性，所以在做这件事情。我想中共当然也谈到他们在敌后的部分哦，就是当然也做了许多的努力哦。当有人说好了，我们拿算勉强哦，这个把它都算，他到底有打了哪几场战役哦？这部分是不是老师也可以谈？就是说，那好了，我们真的持平的，既然我们在谈还原历史嘛，那我们还原一下，到底他们真的打了哪些战争？好，我们这样子吧。到了打哪些战争呢？我们可以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中国官方版本，一个呢是民间版本，或者说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版本。我先说民间的部分，中共官方部分。中共官方的出份东西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就完整的历史。他讲说呢，八路军、新四军跟华南游击队，华南呢没有东北啊，华南游击队。在这几年当中，一共作战125165次，125165次。我再提醒大家，中华民国正史我们上次讲过，中日双方8年呢会战22次，然后这个比较大规模的战斗或战争呢1117次，小规模的战斗呢38000多次，所以加起来4万次。4万次当中，中共自己吹嘘说，我打了125165次，好厉害哦，好厉害啊，很惊人。是。然后呢，在战果是多少呢？打这个击毙跟击伤日军52万多人，伪军也就是这个汉奸部队，49万多人，俘虏日军6000多人，俘虏伪军51万人。日军投诚700多人，伪军反正18万人。我得解释一下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大小我们等一下慢慢说。我先说这个所谓伪军的部分。伪军部分有些的确是他打死的，但多少人我们等一下再讲啊。第二，所谓说消灭伪军呢，很大程度呢是地方上的团练跟民团，也就是中共用枪打进去之后，然后用武力打进去之后呢，杀掉一些不愿意就服从他的，然后把一些人吃进来，他把这个叫做俘虏的或者反正过来的，所以这东西是有很大的水分。简单说就是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我再说一次，击毙跟击伤日军52万多，伪军49万多，俘虏多少人，然后多少人等等，这是中国官方说法。但是呢，我们刚刚讲我说日方的战史呢是到每一天，甚至可以到每一个人。就日方的统计比较精确，日方的这个编制也比较清楚。我们后面有机会可以再讲到。日本的军队呢，日本向来对这些小东西也非常清楚，然后捏的这个非常准确，所以他们对于班兵啊，是对谁啊，什么人事什么名字，然后那天出操出到什么地方，打仗打到什么地步，然后怎么死的，他们都有很完整的记载，所以它可以到每一个人头。按照日方的说法我现在分年来说。1937年呢，大概中共的军队跟日方军队呢，一共接触过3次，3次。第一次就平型关1937年，然后八路军说他歼灭日军1000多人，这是传统的说法。日军战报说那场战争当中对八路军的部分，日军伤亡167人，死亡167人，受伤94人。
谁说的呢？一位教授叫尔岛香说的。尔岛香写本书叫《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然后1984年出版。尔岛香呢是东京一个大学的教授，是这个他本来是法律学家，但是后来对中日战争呢特别感兴趣，所以花功夫研究这一块。他给的数字是167人，大概是中共官方说法的1/6到1/10的第一场接触。第二场接触呢是1937年的广阳伏击战，八路军说我歼灭日军1000多人，到底1000多少没有讲。日军的战报讲得很清楚，伤亡63人，然后作者是另外一个叫旧井胜，书名叫做《中日战争》，63人。然后中共说1000多人。第三场叫晋察冀战区的反八路围攻，八路军说这场战争呢，我歼灭日军加伪军2000多人。日军战报说我日军伤亡17人，亡17人，伤52人，伪军呢伤亡69人。所以按照日本的说法呢，日军死亡247人，伤146人，皇协军就是伪军呢伤亡69人。中共的战报我们帮他加一下看看，4-5千人，光打死日军4-5千人。日本现在有数字可以到名字的247人，这是第一个1937年，1938年呢打的比较多，双方接触多少次呢？8次。然后我就不细数了。中共吹嘘说这8场战斗下来呢，我一共打死了，伤我就不说了，打死了20200人左右的日本军，其他我都不算了。日本的这个统计很清楚，我死亡113人，受伤328人，皇协军的伤亡513人。所以光说死亡数字，中共方面吹嘘是2万人出头，日本讲得很清楚，113人有名有姓，所以扩大多少倍？20倍。这是1938年。再来讲1939年，1939年战斗少一点点，一共呢6次。中共说歼灭敌军多少人呢？13万多人，对不起，13000多人。日军死亡呢？日军的战报讲得很清楚，死亡94人，伤379人，然后伪军呢344人。我们用死亡数字来算，日军的自己讲我死亡不到100人，中共吹嘘是13000人，所以扩大13倍。这是1939年，大家看1940年，1940年打得比较多一点双方就共军跟日军呢一共战斗21次。大家听清楚，我讲都是战斗也都是小规模战斗。那么，中共吹嘘说，在这1年当中，我们战斗20多次，我歼灭了4万多，将近5万的日军。然后日军很清楚，给了名字出来，100多人，受伤多少呢？500多人，皇协军、伪军呢伤亡800多人。中共说是4-5万人。日军讲说100人，所以增加多少倍？500倍。好了，那有人就不太服气了，有人最后就把日本方面给的数字呢，当然名字你其实可以查得到的，但是你要去查日本资料可以查得到的，最后把日本方面给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日本战史记载有名有姓的被中共打死的日本军队一共多少人呢？851人。这是个很明确的数字。那有些从大陆出来的人不太服气，那有人相信，有人不太相信。好，我们等会儿可以再提到这件事情。日本最后在这个中国战区里面呢，统兵大将叫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大将呢，在战后呢，自己就又接受访问嘛，因为他回想这场战争，他还做很详细记录。日本人有个好习惯他真的做很详细记录。一方面就是他会去忏悔这场战争，二方面就是他把人记下来之后呢，希望后来人呢能够参照，也就是他们是很有历史感的。他自己讲说，我们这个日军呢在中国作战呢这么长时间，这8年时间呢，我一共死45万人，全部死45万人。我真正死在游击队手上呢，大概不到5万人，大概4万多。然后41万呢是正规战场打死的，
中共没有打过正规战争，所以这41万呢，刚才您讲得很清楚，基本上呢是被这个国军打死的。所以那4万多人，就算全部是被共军游击队打死的，也才4万人。香港有人不服气，就把那数字拿来再重算一次。他们算来算去说，851人可能少了一点点，我把它撑到死。共军杀的日军呢，最多是2万人左右，最多2万人。所以就算是2万人的话，45万2万呢，你打多少？5%，5%。所以我就光说这4年哈，因为这个有原因的，我们等会来说。所以光这4年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说，中共到底在他这个所谓战报当中呢，加了多大的水分，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哇，如果照老师所说的这些小型的战役都已经灌水成这样子，那过往他们号称这个平型关大捷跟百团大战，要不就是原来就真的是大捷，所以刚刚谈到数字很少是正确的，后来其实立了大战功，还是这也是大灌水呢？当然是大灌水了。平型关大捷，他们吹了半天，说来说去呢，就是山西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我们在上次讲22场会战当中，前面几场我们就谈到山西太原会战。当时中方主打的是阎锡山嘛，然后这个林彪部队有出动，林彪是在附近的偏镇的地方，然后号称出动了1000人，打了人家一个后勤单位，打了卫生后勤单位。然后说是打了100多人，然后最后呢，战报讲到1000多人。当然后来这个，其实周恩来最早出来做那个战功报告呢，他讲1万多人，各界质疑，各界说根本日本军后来很大部分都撤走了，番号什么我们都晓得，你怎么会1万多人？周恩来说，我立刻回去再查完再回来讲，所以数字不断往下降，最后降的是1000多人。我再讲一次。中共的战报讲说，平型关大捷，我们歼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了什么东西，然后又夺走了多少的辎重啊、资产啊、武器等等。日军的战报我再说一次，日本讲得很清楚，日本的阵亡是167人，受伤是94人，然后中国官方说1000多人，6到10倍吧，这是第一个平型关大捷。第二，所谓百团大战，就1940年8月到1941年的1月份就断断续续打的。中共方面指挥官呢是彭德怀，然后说打了对方的交通线，然后把这交通线抢回来什么等等。好，八路军的战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我们打得很了不起，我们击毙击伤日军呢2万多人，然后击毙击伤伪军呢，就是这些皇协军呢5000多人。俘虏日军280多人，俘虏伪军18000多人，很惊人数字吧，对不对？这个应该当得上会战了吧？可是日军的战史上没看到这个，日军战场看到一场小的这个战斗，但是没有看到所谓的会战。日军的战史在《华北治安战》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日本方面阵亡的302人，受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0人，1202人，他们到个位数，所以加起来呢，日军在这里伤跟亡呢2000人出头，2021人，2021人，中共方面讲说击毙击伤2万多人，扩大10倍。皇协军呢，伤亡失踪1000多人，中共讲说击毙击伤5000多人，然后俘虏多少1万多人，所以加起来23000人，扩大了20倍。这是你所谓的2场大战。我觉得看起来我就让我想起，其实几年前中国也拍了一部《四行仓库》里面，当然我就很好奇，中国拍《四行仓库》，这不是就是要谈，就是我小时候念书这个英勇的国军这个国民党军这个在镇守这是多可歌可泣。中国拍他要歌颂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吗？果然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他也不能太篡改史实，不过中间你看，明显他就真的就塞了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共产党军在里面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也还好，如果不是他们没有扮演这关键角色，就不能如何。所以老师是不是这个听起来这几场战役，其实都是在这种稍微我们认为就是扭曲谎言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对啊，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们说中日两国呢，战史一对比的结果很清楚，就是几年几月几号，我谁带了多少军队，在什么地方跟你什么军队打了场什么战争，我们都有记录的嘛。所以这双方的会战22场记录很清楚，双方的1117次战斗也很清楚，双方的3万多次小战斗也很清楚，一共4万多次。而中共说他打了12万次多，这第一已经觉得很奇怪。第二呢，我过去讲我说，我们到最后呢，就战死多少将军，我们是有数的。就将军呢，其实因为总共的这个官兵的伤亡呢，在320万左右。我们光是将军206人，206人，集团军跟司令的3位。然后副司令等等10几20位，然后再往下那些这个军长师长呢，又是几十位上百位。那最后呢是有些少将还不是师长了，少将可能只是旅团长，那这样也有100-200位，所以呢加起来200多位。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到台湾的圆山的忠烈祠你去看看，每一位都在里面，每一位都在里面，清清楚楚。所以我刚刚前面讲，你说是不是谎言？中共拿得出来叫做打掉的将军呢，2个，2个，一个叫左权，一个叫彭雪枫，那一个是生病死的，一个是摔马摔死的，所以你说阵亡勉强吧。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到底牺牲多少人呢？也有记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日军上到每一个人的姓名，他们不但到姓名了，他到什么？他到籍贯跟住址了。日本的记载到这种地步，我们看了真的吓一跳。他会讲说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区啊、什么什么町、什么什么等等、什么墓啊，最后到那个真的到了我们所谓到邻里啊，到了内部。所以我刚刚前面讲，我说为什么我讲日军跟这个共军作战，我只讲4年了，我讲37、38、39、40呢，41年之后基本上你看见基本没有打，除了后来中共扩张地盘，然后日军已经败下一城的时候，他跑去吃地盘的时候，那有打过。但基本上后面没怎么打了。1941年之后，日本跟这个共军基本上不打日军了，这第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共军跟日军呢建立了直接的沟通，简单说开始勾结了。毛泽东讲得很清楚，他们最后在冈村宁次那个总部里面，他设有联络人，摆在那边人。这事情后来他们也承认过，大家去查可以查到。那甚至说双方交换情报。交换情报结果就是共军加日军联手打国军，这个等于我们就要讲，等会儿我再回头来讲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当时这个我们讲说整个中日战争，其实背后呢，整个设计这件事情是史大林嘛。史大林就是怕说日本打他，所以在大战略上呢，他希望把中国推到前面去，让中日打起来。中日打起来之后呢，他就可以躲到后面了，可以一方面操纵局势，二方面就不必跟日本直接打仗，所以史大林比较厉害。那么也就是史大林在看这个战局的时候呢，他又担心说事情会失控，所以他就派了顾问呢到中国来，特别派了人呢到延安去。那延安这种叫这个 Vladimilov， 写了一本那个回忆录啊，叫做《延安日记》台湾有出版的。当年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的，是深的蓝灰色书皮的，大家偶尔在市面上可以看到。延安日记写得非常详细，而且这 Vladimilov 呢，他懂中文，直接可以用华语来讲。大家可能不晓得，大家说外国人怎么会讲中文？传统来说外国人会讲中文有2批，一批是传教士。传教士到各地方去传教的时候，他必须要讲当地语言拉近双方关系，这样比较好传教。所以大家注意看明朝末年的时候，很多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已经慢慢来到中国了，跟什么徐光启当年士大夫都有点交流，很多讲的是中文。然后他们有了后来呢，留到康熙时代呢，跟康熙交谈的时候讲中文。康熙非常聪明，我们顺便多讲一句，康熙非常聪明。康熙懂20几种语言，非常厉害，而且天文、数学、物理、化学他都懂，那是非常罕见的人物，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件事情，不过的确如此。好，我们就讲回这个 Vladimilov 在写这本这个延安日记的时候他巨细靡遗地观察了很多东西，有2件事情比较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共的军队呢种鸦片，
然后卖鸦片啊，他特别去写了，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他有一次非常生气，就跑进来问那个中共那个一个中阶指挥官说：“外面有日军，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这中阶指挥官呢就不讲什么，他说：“你去问那个谁。”就指他去叫他问一个比较高阶的。弗拉迪米诺夫就跑去再去问那个高阶的，那个高阶人讲说：“你别傻了。”他说：“他们才400人呢，你们有好几千人呢。”他说：“你别傻了，我当然晓得他们只有400人。我把这400人或40人歼灭之后，他来的就几万人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弗拉迪米诺夫非常生气，就把事情报告给了史达林，然后史达林为这件事情还又发了电报呢，去责怪了中共说：“你们为什么不抗日？”中共的逻辑非常清楚，我本来就是不抗日。我们不是讲说在洛川会上就讲了吗？1分抗战，2分应付，7分发展嘛。他的目的就在发展，所以这弗拉迪米诺夫的很明确记载。当时还一个是法国还是比利时神父叫雷震远，在中国很多省份待过，那最后在广西呢也看过很多很残忍的事情。他当时讲得很清，他说我看了半天呢。他说我就是没看见共军去打日军，而且就是很奇怪啊。他说他有一点观察很清楚，很具体，而且很准确。你说共军说，哎，我这地方是我的这个什么，我势力范围区，这边是我的占领区，这边是我什么抗日区什么等等。那为什么日本的大军穿过你的这个区手，从来没受到伏击？那这个观察非常好。他把那地点巨细靡遗讲出来，我现在一下忘记了地点了。他巨细靡遗讲，他说哪年哪月哪日什么地方日军多少大军什么辎重穿过那里，哎，怎么没看到他有任何损失啊？最后就完整军队跑去打国军去了。那你共军为什么没有打他？这个讲得非常准确。好，再一个就我刚讲的冈村宁次的故事。冈村宁次讲说，我45万大军陪在这里，这最多只有5万人是被游击队打的，那40几万呢是被正规军打的。他讲到这件事，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对，共军打死了一些人，但共军打死了日本兵非常少。他刚刚前面不是讲了吗？他说共军打死了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绝大部分是中华民国国军。这是冈村宁次讲的话。那你说日军都这样讲了，你觉得共军在干什么？老师，你刚刚讲，我突然发现他也许不是灌水哦，这多出来的40多万人，搞不好是支持国民党的一些人，他可能把它当作是一起去灌在里面，借机搞不好是名为在抗日，搞不好就说你勾结日军，就一直来做这些。但我们现在看到他在做这个贪污，我们也怀疑他其实都有行贪污之名来做政敌的斗争支持，不知道。但回过头，那就大家还是会在好奇说，那他们没抗日，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大概做3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抢枪。你说哪里有枪可以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满清末年的时候，不是各地方开始练新军吗？然后后来满清瓦解之后，各地不是有军阀吗？军阀上是有枪的。当这个抗战开始的时候，有些军阀不是瓦解了吗？有些军阀被北伐扫掉了吗？有些军阀瓦解了吗？有些军阀又起来了吗？军阀手上是有枪的，这第一个。第二，地方团练部队是有枪的。第三就是当时呢，因为没有那么严厉的管制，所以有些这个豪门大户呢，他可以在国外买枪械进来的，有些枪械还算相当进步啊。这个所以第一是抢枪，共产党非常清楚哈，因为他们从乡下出来，所以对这情况非常清楚。所以第一是抢枪，第二是抢钱。共产党是游击队啊，他们是不发饷的，现在当然发饷了，但他们的坏习惯还在，就抢钱。也就是哪一个军队驻扎在什么地方，那地方基本上就是他的管区，他在里面可以管钱的，可以抢钱的。现在中共的军队在大陆有些地方还是这样干，大家不要说，你是吹牛，不是的。1990年前后，南海舰队直接参与走私啊，对不对？然后当时把大量的日本车、二手车，然后弄进去，然后搞到国家外汇剩下不到100亿美元，这是有账可查的。当时人民银行的行长叫陈慕华，一位女士，她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然后最后才把它压下来的。所以第二件事是抢钱，再来就抢人，就征兵。你刚刚讲说，打国军是有一部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什么？打地方民团，打地方团练。我刚刚讲了。地方团打完之后，你愿意的就跟着我共产党走，不愿意的话我就把你杀掉，所以我要扩充我的军队。
再来抢粮食，再来是征工人，因为我有很多公司要建筑啊什么等等，那征工人这第一大块。第二大块就是建立它的中共组织，因为中共是以组织见长，建立地方建立组织，然后同时可以的话呢，我抢夺地方政权，我杀掉国民党任的官啊、县官啊或者什么地方官员，然后我派我共产党官员过去。这种现象在过去越战也看到过啊，所以这第二点。第三点最重要就是攻击国军，削弱国军，削弱国民政府，用各种手段。简单说就是他们在这个当中呢，他讲得很清楚。现在是国共蒋对不起日共蒋三国演义，他们希望说等到国跟日打得半死的时候呢，我共呢再来捡便宜，所以他做所有的所作所为，最后就是准备内战。这我想听完，当然对于如果现在还不了解中共过往这个脉络上起家所有的思维来讲，我觉得我们永远会被骗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当然从蒋经国纪念园区大家讨论，那蒋经国是最了解中共的，他为什么毕生对于反共的旗帜特别来做这些说明。其实从这些脉络，我想常听我们节目或者看这个明老师来做分析了解，你应该可以知道。这个应该是不容易去改变他原来的这些本质跟特质哦，所以即便到现在，即便我们认为应该网络都这么方便了。中共还是敢厚着脸皮，还是敢这个指鹿为马，还是敢这个黑白颠倒，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只能说这个我们还要再努力哦。如果这些事情您第一次听到，我们当然都欢迎您把节目可以转传给更多的还被蒙骗在其中的人，让他们了解最真实的这些资讯哦。先谈大家主观自我认同，这我们都尊重，但至少不要来剽窃，不要来窃改过往我们认为这些史实哦，我想这不是最基本，不是吗？那今天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当然也感谢大家收看哦。这个在台湾的朋友，当然还有几天的假期，不过也准备要收假了，还是祝福大家在这个剩下的假期好好来把握。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虎年开始哦，大家一切都非常的平安顺心。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病毒尽快散去哦，让大家可以平安的过一整年。再次谢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